飞猛地按下引爆器，高速行驶的卡车当场爆胎，车辆瞬间失控侧翻，死死横亘在大桥正中央。下一秒，劫匪迅速从四面八方包抄而来，把押运车围得水泄不通。紧接着，特效烟雾弹轰然启动，为这场劫案筑起一道天然的屏障。劫匪快步上前，将炸弹死死固定在押运车的车门上，只要押运员贸然开门，炸弹即刻引爆。柏林则凭借提前破译的密码，不费吹灰之力打开了押运车的后门。他们此行的终极目标正是达芬奇的传世魂宝爆银雕的女子。柏林将画作悄悄转移到特制的外卖箱中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前运离现场。然而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，真正的天才布局此刻才正式上演。其余劫匪手持高温热喷枪，假意全力猛攻押运车，刻意制造暴力劫车的假象，静静等候警方的入局。当警车呼啸抵达现场，劫匪立刻停下动作，佯装仓皇溃败，全员骑上摩托，火速绝尘逃离大桥。匆匆驰援赶到的警方看到满目狼藉的现场，误以为劫匪抢劫失败，无功而返。直到警员小心翼翼地打开押运车的后门，所有人瞬间松了口气。那幅珍贵的爆银雕的女子依旧完好无损地摆在原地，殊不知眼前的只是柏林早已调包的顶级仿品。为了做到天衣无缝，团队复刻了同款包装胶带、原装防弹玻璃、原版铝制画框，就连画作的专属识别条码都做到100%完美仿制。这幅名画只要离开博物馆后，条形码就会随机生成。齐拉钻透系统漏洞，精准复刻全新的条码，成功骗过工作人员的核验。然而这场完美的劫案只不过是柏林送给公爵的一份致命大礼。恭喜你，在手机电量带6的幸运时刻刷到景荣解说的《纸钞屋柏林》第2季的终极收官篇。上期讲到，公爵为了炫富，带着老白参观了自己的绝密私人金库。这座金库的安保机制堪称无解，危险程度堪比人间地狱。金库不仅需要32位动态密码解锁，内部还暗藏致命喷火机关，一旦有人闯入，厚重的钢门会瞬间锁死封闭。如果10秒内没有扫描到公爵的专属红魔，四周6个喷嘴会瞬间喷射出1900度的致命烈焰，把所有入侵者直接烧成灰烬。听完这套恐怖的安保机制，老白瞬间心生寒意，深知想要强行破解难如登天。他回去立刻将这个恐怖的消息告诉了众人。老白因担心大家白白送命，果断打起了退堂鼓。但柏林始终笃定，世间再无解的难题都能依靠科学的方法破解。全队立刻投入攻坚推演，很快就找到破绽。金库内部是完全密闭的空间，只要耗尽内部的氧气，烈火就会自动熄灭。经过精准测算，金库内含氧量为80立方米，甲烷每秒释放0.2立方米，大火会持续燃烧45秒后便会耗尽所有氧气，自动熄灭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有人能在金库内撑过45秒，就能活下来解锁金库。可致命的难题依旧存在，甲烷点燃的瞬间温度高达1900摄氏度，后续虽会回落稳定在400度至600度，依旧远超人体承受的极限。唯有消防员的专用镀铝防火服才有可能扛住极端的高温。为了拿到镀铝防火服，团队策划了一场骗局。他们刻意制造火情，等消防员出警救援，破开车辆救出被困人员时，才发现车内只是一具假人。就在消防员错愕疑惑之际，罗伊顺势开走消防车，顺利拿到全套专业防火服。就在全队整装待发之际，柏林的弟弟教授突然抵达西班牙，得知整个抢劫计划后，他立刻告诫柏林，戏耍手握重权的顶级贵族无异于玩火自焚，想要安全就得让他既获利又付出代价，让他明白报复你的代价远大于收益，从而不敢报复。教授的点醒让柏林幡然醒悟，柏林当即更改计划，不只要掏空公爵的财富，还要偷取那副爆银雕的女子来拿捏公爵的软肋。柏林很快找到公爵的致命破绽，他的公开合法收入和庞大的财富完全不匹配，而他巨额非法收入的唯一来源可能是来自私人游艇的走私交易。全队立刻分工行动，卡梅隆伪装成服务人员，潜伏公爵游艇深挖走私证据，其余人全力筹备盗画计划。卡梅隆很快发现诡异的疑点，游艇靠岸送客结束后，船长突然以电路故障为由给全体船员放假休整，可全程无人登船检修维护，反倒有几吨大米被悄悄运上游艇。这一幕极为反常，卡梅隆此前早已排查过游艇的货舱，内部早已堆满大米，根本无需新增补给。可这批新运上来的大米登船后凭空消失，必然暗藏玄机。他立刻丈量游艇货舱与客舱尺寸，精准测出2层船体之间藏着一处65厘米的隐秘夹缝，这便是藏货的关键密室。卡梅隆利用切割机割开床板，顺利钻进下方的空间探查，果然发现了新增的那批大米。可就在他割开粮袋查证之时，海面突发风浪，藏在米袋里的钻石瞬间洒落一地，清脆的声响立刻惊动了巡逻的保安，危机瞬间降临。卡梅隆来不及多想，火速拍照留存走私证据，随即折返房间取来胶带，赶在保安抵达之前将散落的钻石全部回收装袋，还特意放了一部手机在袋子里定位。接着他快速复原现场，掩盖痕迹，一切操作堪堪完成。保安便持手电赶到排查，环视一周并未发现任何异常，本打算转身离开，却意外发现角落里一颗遗漏的钻石，胶带
代封存的粮袋也被当场识破。此时的卡梅隆还不知危机将至，门外突然传来诡异的敲门声，可开门后却空无一人。他刚关门回身，床板的下方突然传来刺耳的敲击声，寒意瞬间浸透全身。卡梅隆火速删除手机内的取证照片，随后准备开门逃跑，却迎面撞上守在门口的船长。Buenas noches。毫无悬念，卡梅隆被五花大绑，扔进阴冷的货舱，生死未卜。对此一无所知的柏林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终极计划，甚至主动向公爵推演整场结案的流程，彻底博取对方的信任。为了快速打开押运车，柏林早在车门上安装4个隐蔽的摄像头，轻松破解全套通行密码。为了完善这场计中计，柏林特意叮嘱公爵，案发当日前往郊外踏青，打造完美不在场的证明，彻底洗脱嫌疑。结案当天，柏林启动蜂群战术，安排19辆机动车，层层合围押运车，全程节奏可控，进展丝滑，整场抢劫完全按照计划顺利完成。远在郊外踏青的公爵亲眼看到大桥结案的新闻直播后，瞬间激动不已，立刻通知手下准备现金，给柏林结清尾款。可就在保镖清点现金之际，意外发现了之前藏在纸币中的定位器，柏林的真正野心就此彻底暴露。此刻的柏林小队全然不知危机即将来袭，全员已然潜入公爵的私人金库，准备搬空库内所有财富，完成最终的收割。卷毛与罗伊迅速穿戴好防火服，齐拉立刻破解金库的第一道密码，结合前期探地雷达勘测的数据，金库地下的圆柱形装置正是喷火机关的燃料甲烷，一旦氧气与甲烷耗尽后，罐体将自动补满燃料，等待下一次触发。片刻后，齐拉成功破译密码，卷毛与罗伊立刻踏入金库，肛门瞬间闭合锁死，10秒虹膜扫描实现一过，喷火装置即刻启动，1900度的烈火喷涌而出，瞬间吞噬了整个金库空间。可仅仅2秒，金库内便传来2人凄厉的惨叫。防火服虽能隔绝明火高温，却挡不住持续的高温渗透，滚滚热浪不断灼烧着2人的身体。门外2人心急如焚，却不敢贸然开门救援。一旦打开肛门，外界氧气涌入，只会让火势更猛，温度飙升，不仅救不出2人，全员都会葬身火海。金库内的高温持续肆虐，卷毛与罗伊逐渐支撑不住，相继倒地陷入昏迷。45秒实现1道，柏林立刻下令开启肛门，金库内积压的汹涌气浪轰然喷涌，将门外2人狠狠掀翻在地。柏林不顾自身疼痛，第一时间冲入金库救人。他发现罗伊还有气息，只是手臂深度烧伤，并无性命之忧。可还未来得及施救，肛门突然自动闭合，他们彻底被困金库。2次喷火机制随时可能触发，万幸的是，甲烷2次填充需要手动操作，众人侥幸捡回一线生机，而倒地的卷毛毫无动静，一度让众人以为他已然丧命。柏林紧急上前摘下他的氧气面罩，片刻后，卷毛缓缓恢复呼吸，原来只是高温炙烤导致的短暂晕厥。闯过致命烈火死局后，柏林成功打开保险库的内门，堆积如山的巨额现金映入眼帘，小队迅速清空金库所有财富，火速撤离西班牙，完成首轮收割。可众人万万没有想到，发现定位器的保镖并未当场揭穿柏林的布局，而是不动声色假装无视，默默等着公爵前来暴怒追责。这时公爵突然心里咯噔一下，他火速赶往地窖查看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崩溃，自己耗费毕生心血，价值数10亿的珍藏画作全部不翼而飞。就在公爵即将崩溃之际，他猛然在角落里发现了那幅抱银雕的女子，柏林信守承诺为他偷来真迹，这份唯一的慰藉稍稍抚平了他崩溃的情绪。就在此时，柏林准时打来电话。Ahí tiene su dama del armiño, tal y como le prometí. Le ha costado algo más, esa es la verdad, ya que no la valoré con precisión en su momento. A día de hoy, esa pintura está por encima de los 350 millones de dólares y podríamos sacarle algo más si la ponemos a subasta. Así que me he tomado la libertad de subir mis honorarios a los 75 millones que había en su cámara acorazada. Está mi cuadro.对公爵来说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没了可以再赚，但这些独一无二的艺术珍藏是千金难换、无可替代的宝贝。不等公爵发怒，柏林抛出了真正的杀招，他让公爵转身看向墙面，那里早已安装了摄像头，将公爵与传世名画同框的铁证全程录制了下来。Tenemos todas las pruebas de que es usted el mayor criminal de toda la historia del arte.除此之外，游艇走私钻石的完整证据也全部掌控在柏林手中。只要公爵敢事后报复，所有罪证将会全网曝光。到时候公爵不仅会身败名裂，更要锒铛入狱。这场博弈对公爵而言，不仅是赤裸裸的挑衅，更是无解的致命死局。他虽手握权势，却毫无反击之力。而压垮公爵的最后一根稻草接踵而至，公爵夫人留下一封诀别信，毅然跟随老白远走高飞，毕生珍藏被搬空，尊严被肆意践踏，爱人决然离去，让这位不可一世的贵族彻底
底崩溃。但公爵终究是深谙权谋的聪明人，短暂失控后迅速冷静下来，权衡利弊后最终选择隐忍妥协。他让保镖扶自己躺下，静静欣赏这副失而复得却象征着彻底落败的抱银雕的女子，而全城之情却未曾揭发的保镖，只因一份深藏的爱意，成为了公爵此刻唯一信任的人，留在一旁默默相伴。就在柏林小队庆祝圆满收官之际，一条突发新闻瞬间让全员陷入沉痛。卡梅隆溺海身亡，遗体已被警方打捞确认。原来当初卡梅隆身份暴露被抓后，面对严刑逼问，始终咬紧牙关，未曾供出团队分毫，最终被狠心的船长直接抛入大海。这个结局让全队众人痛心不已。但从踏上这条惊险之路的那一刻起，荣耀与危机本就相伴相生，一念抉择便是生死无常。故事的最后，反转再度降临。柏林盗走公爵所有的非法珍藏画作后，并未私自占有牟利，而是将全部失窃名作逐一归还各大博物馆，尽显极致格局。纵观整季剧情，相较于第一季浪漫轻犯罪的松弛调性，第二季全面升级，权谋博弈层层递进，人心算计暗流涌动，剧情更成熟，是一部质感远超前作的进阶续作。好了，我是景荣，以上就是纸钞屋柏林第二季的全部终极剧情解读。